一个在2025年10月就被一位台湾命理师亲口说中，2026年4月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活生生上演的政治预言。故事的主角是中国国民党第12任党主席郑丽文，他在2025年10月18日以黑马之姿击败了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击败了立法委员罗志强等所有竞争对手，成为国民党史上继洪秀柱之后第2位透过全体党员直选产生的女主席。半年之后，她率领一个13人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江苏，访问上海，访问北京，并于2026年4月10日上午11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握手14秒，举行了睽违将近10年的国共领导人正式会晤。理论上，这应该是他从政以来的最高光时刻，也应该是国民党从马英九下台之后等了10年才等到的历史性时刻。但是诡异的事情就在这个高光时刻发生了。当郑丽文在东大厅里情绪亢奋，滔滔不绝地读着那份精心准备的3000多字讲稿，当他讲到大概只有1/3，全世界的华人媒体正在屏息等待他说出剩下2/3，包括两岸3个方向，包括5点主张的核心内容时，直播信号突然戛然而止，没有过渡，没有解释，整个画面瞬间被切断。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政治舞台上，后半段话就这样硬生生被吞了回去，必须等到闭门会谈才能讲完。当天台湾3大电视台的政论节目主持人面面相觑，连续数小时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这是技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而你知道吗？这一幕的剧本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被一位台湾命理师亲口写好了，他的名字叫做周应君。2025年10月21日，他在 JET 综合台政论节目新闻哇哇哇的摄影棚里，盯着郑丽文的命盘，铁口直断讲出8个字：五位空亡，运指到明年。彼时的郑丽文刚刚当选党主席，气势如虹，整个蓝营都在为他欢呼，党内外的红人们纷纷跟风表态效忠。没有人会相信这位手持资料的命理师说出来的这几句话，所有人都觉得刚刚赢下33万党员选票的新主席怎么可能突然走背运？但是半年之后，当北京那场会面的直播被切断，当郑丽文走出大会堂，当民调一份接着一份显示他的好感度跌到只剩2成出头时，所有看过这段预言的人全都不寒而栗。更可怕的是，周应君的这句断言不只关乎郑丽文一个人的命运，他牵动的是整个蓝营2028年总统大选的布局，是民进党总统赖清德连任之路的最后一块拼图，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参选2026年新北市长的成败关键，甚至可能是两岸关系未来10年走向的最大变数。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什么这位命理师的预言会被冠上准到吓人的称号？为什么有人说郑丽文不但不是习近平的盟友，反而是习近平意想不到的克星？2028年的总统大选是不是真的已经在2026年的这个4月被悄悄地写好了结局？我们先从郑丽文这个人说起。如果你只看他现在的身份，会以为他是一位根红苗正的传统蓝营战将，一直跟着国民党从党外打到执政再打到在野。但是实际上，郑丽文这一生最魔幻的剧情就是他跨越蓝绿两党的那道大裂谷。他在1969年11月12日生于云林口湖乡，父亲是当年随蒋介石撤退来台的军人，祖籍云南普洱。他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拥有美国天普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后来又拿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在大学期间，他参与了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学运，那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场学生运动。许多今天台湾政坛的中生代领袖都是从那场学运里走出来的。他刚踏入政坛的时候是民进党的青年部副主任，做过国民大会代表，在民进党党内的位阶一度很高，是被视为新生代女将的明星，跟陈文茜并列当年最会跑摄影棚的2位民进党女战将。但是2002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她政治生命的事情。当时亲民党立委李庆安指控卫生署长涂醒哲在 KTV 对男子郑可荣舔耳，民进党全党护航涂醒哲，下令党员不准乱发言。郑丽文却在一个 call in 节目中讲出了对涂醒哲的负面揣测。没有几天，
李庆安出来认错道歉，原来指控的对象搞错人了，涂醒哲彻底被冤枉。但是已经得罪整个党中央的郑丽文被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停权除籍，他干脆主动退党，从此与绿营决裂。他事后解释的版本是，他当时就觉得民进党已经偏离了原先的政治路线，不符合他的初衷，加上对党派作风不满意，因此选择了退出。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看上他敢说敢秀的风格，邀请他加入国民党。短短1个月，他就升任文传会副主委兼发言人。从这一刻起，这位昔日的学运少女，这位民进党女战将，正式换上蓝色战袍。接下来的20年，郑丽文历经立法委员，历经行政院发言人，历经 TVBS 政论节目主持人，历经第7届与第10届不分区立法委员，历经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等多个职位。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嘴炮犀利，论述清晰，敢在最艰困的选区与绿营面对面开战。他曾经在2004年底披上婚纱投入高雄市立委选举，喊出要嫁给高雄市的口号。虽然最终以24000多票落选，但是这种敢拼敢秀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台湾选民心中。直到2025年8月11日，当时任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公开场合宣布不参选党主席后，郑丽文趁势登记参选。尽管前任主席朱立伦、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数天王都与他保持距离，但他凭借横跨蓝绿的特殊资历，加上父亲军系背景所拉到的军公教票员，还有前黄复兴党部主委纪林莲的全力支持，最后在33万合格党员之中，以过半数的得票跌破所有政治评论员的眼镜，登顶党主席的宝座。当选之夜，他在开票现场对着台下的支持者豪迈宣誓，要在任内团结在野，团结全台湾，完成2028年的政党轮替。整个会场的欢呼声震耳欲聋。他接着任命李乾龙与纪林莲为副主席，宣告即将进入郑丽文时代的国民党。但是就在这个夜晚之后的第3天，2025年10月21日，命理师周应钧就在新闻哇哇哇的摄影棚里，当着资深主持人郑红怡的面，讲出了那句改变一切的预言。要理解这个预言为什么让人毛骨悚然，我们得先认识周应钧这个人。他不是随便一个夜市算命摊子的师傅，而是台湾命理界目前最当红的政治预言家之一。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成名之作是早在2018年，当时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是声势如日中天的台湾政坛新星，他就在电视节目上断然断言柯文哲没有总统命，并进一步预言他66岁之后将会走入空亡，命格一路走下坡。当时的柯文哲民调居高不下，民众党刚刚成立，声势正旺，被许多政治评论员视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最强第3势力，是新政治的代表人物。没有人相信周应钧这个怪诞的预言，所有政治评论员都在笑他危言耸听。但是接下来的事情，所有台湾人都看到了。柯文哲在2024年总统大选果然落败，得票数远远落后赖清德与侯友宜。紧接着，金华城弊案爆发，民众党假账争议延烧，柯文哲被检调起诉，被法院羁押禁见。2025年9月，台北地方法院对他作出一审判决，刑期重达17年。这一连串的崩塌，恰恰应验了周应钧当年口中的那2个字：空亡。从那之后，台湾政坛许多原本不信邪的政治人物与媒体人，看待周应钧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他变成了传说中那个敢于对最当红政治人物开口断言的台湾国师。他在2018年也预言过时任行政院长赖清德会在65岁那年走大运。后来赖清德2024年当选总统，刚好就是65岁。他在2025年5月20日的节目上又进一步断言，赖清德总统就职1年后，台湾国运会出现卯酉相冲的格局，意味着重大变革。这几笔神准的记录堆叠起来，让周应钧成了蓝绿白3党大佬们嘴上不信，心里却偷偷记下日期的命理师。他甚至传出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命盘都被他在节目上反复解析过，断言习近平的帝王命会在某个时间点走入下坡路。他的支持者拿这些预言一个个回去比对历史新闻，越比对越觉得骇人。让我们稍微停下来看一下周应钧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她是台湾命理界的女战将，
主要钻研八字与紫微斗数，长期在 JET 综合台主持节目《命运好好玩》，与多位名嘴合作多年。他的特色是不打太极，不跟政治人物客套，看到命盘里的问题就直接断言。台湾命理界里会点面相的人不少，会看八字的人也不少，但是敢在电视镜头前对最当红的政治人物指名道姓开口的极少。他的同行詹维忠走的是娱乐取向，廖美然走的是国运大趋势，小安走的是星座软性分析，只有周应君把自己定位成台湾命理界的铁口，看到什么说什么。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铁齿不信邪的后果就是让老天用各种方式打你的脸。这句话在2024年柯文哲被压的那天被网友翻出来疯传。他对中共领导层的命盘研究也让不少对岸的研究者私下注意。他在2024年底的节目上断言，习近平的八字里有一段帝王命，但是这段帝王命会在2026年到2027年之间遇到关键的转折。他当时用的词是相当决绝的，他说中共政权将迎来空前浩劫。这个预言在当时被视为极端，但是随着美国川普政府2025年初重新上台后对中加征关税，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连环下挫，许多原本嗤之以鼻的人又开始回头翻周应君的旧片。他最近在2026年3月份的节目上又进一步预言美伊战争世界大乱的局势。这些预言对不对要时间检验，但是他在台湾命理圈内的权威性已经不是随便一个算命师可以挑战的。2025年10月21日这一集新闻哇哇哇，主题就锁定2028年总统大选。同台来宾还有资深媒体人陈敏凤，还有命理师詹维忠，还有星座专家小安，还有命理老师郭凡。当主持人郑红怡问到刚刚当选的郑丽文未来运势如何时，周应君没有给任何客套话，他直接摊开郑丽文1969年11月12日的生辰命盘，讲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面相，周应君指出郑丽文嘴型偏前，牙齿外露，这在面相学上代表此人在情感上比较开放，个性直接，藏不住话，讲话容易得罪人，讲得快也讲得冲。鼻尖偏挺偏锐，代表个性，冲不服输，容易在权力斗争里正面刚碰，不太懂得转弯。脸颊偏凹偏瘦，这在传统面相中是人缘不旺的征兆，意思是表面上热闹，但是真正的贵人运和群众缘不够强。这3点放在一个刚刚接掌一个100年大党的政治人物身上，几乎就是在说这个人会在团结内部，会在整合派系，会在拉拢异己上栽下一个又一个的大跟头。事实上，郑丽文当选之后，国民党内部就传出大批党员气到想集体退党的耳语，多位资深议员表示无法接受这些消息与周应君的面相分析几乎是无缝接轨。第二件事更是直接点出时间点，周应君说郑丽文的元神属金，从八字流年来看，2026年是丙午年，午是火，丙也是火，整年是火气最旺的一年。命理上有句话叫做火克金，当大运走到火，金的元神就会被克。简单讲，2026年对郑丽文而言，就像钢铁被丢进熔炉，会被融化，会被变形，会被折磨。他不是不会做事，而是他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会有看不见的力量在拉扯他，他的辛苦会比一般人加倍，他受到的冲击点也会比一般人加倍。媒体人在看到这段预言时，第一反应就是那不就是说郑丽文上任第一个整年就要遭受最猛烈的考验。第3件事是压轴的那一刀，周应君翻开郑丽文的命盘，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讲出5个字：五位空亡。空亡是中国传统命理里头最忌讳的格局之一，简单说就是命盘上某些地支撞上了空的位置，做事容易事倍功半，判断容易出错，很多原本看似顺利的事情会在最后一刻翻盘变调失败。在传统八字学里，空亡又分为自空和他空，五位空亡属于自空格，意味着这个人会被自己的判断所累，自己挖坑自己跳。郑丽文的命盘显示，他的空亡会在2026年正式启动，并一路延续到2027年，也就是说，从他接任主席算起，最多就是1年好光景。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他会接二连三地做出错误判断，
这些错误判断会反过来打击他自己的整体运势，甚至连带拖累整个党的命运。当时这段话一播出，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蓝营支持者大多嗤之以鼻，认为这是绿媒节目刻意打击新主席的权威。媒体人徐千惠在后来多次政论节目上引用这个预言时，都会被蓝营名嘴打断说，别忘了周应军以前说柯文哲也没总统命的那个预言。但是随着时间推进，事情的走向竟然真的开始往周應鈞劃下的那條軌道上滑。2026年3月30號，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宋濤宣布，邀請鄭麗文喺4月7號至12號訪問中國大陸。呢個消息一出，立刻引爆藍綠白三營嘅各種解讀。鄭麗文本人對此非常興奮，佢公開表示呢個係不可推卸嘅使命，係佢從接任黨主席以嚟最重要嘅一場戰役。佢甚至認為鄭石會將會為國民黨2026年底嘅縣市長選舉大加分，更會為2028年嘅總統大選奠定基礎。聽起嚟，呢個應該係一場精心策劃、一切盡在掌握嘅政治大戲。佢喺出發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呢10年嚟兩岸關係快速惡化，佢肩負住證明兩岸可以和平交流嘅重大責任。但係國民黨內部嘅耳語完全係另外一回事。前立委沈富雄喺4月2號上廣播節目接受黃威漢專訪時，毫不客氣咁潑冷水。佢話鄭麗文呢趟去唔只會讓藍營喺2026年底輸掉台南、輸掉高雄市長2場硬仗，連2028年嘅總統大選都已經提前定咗局。佢認為多數台灣選民同時反統又反戰，鄭麗文跑去同石近平握手，等於將國民黨嘅位置往大陸嗰邊推咗一步。選民會用選票把呢一票投俾抗中嘅賴清德。媒體人黃威漢亦跟住點頭附和。呢啲評論睇起嚟只係普通嘅政治分析，但係回頭對照周應鈞半年前嗰句兇忙，會讓鄭麗文做出好多錯誤判斷，係咪有啲觸目驚心？沈富雄嘅政治嗅覺同周應鈞嘅命盤判讀竟然走到咗同一個結論。4月7號，鄭麗文同3位副主席李干龍、張榮恭、蕭旭岑等人從台北松山機場啟程，搭乘上海航空 FM852 班機，下晝1點35分抵達上海虹橋機場。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宋濤親自接機。當日晚上，佢喺南京東郊國賓館嘅歡迎晚宴上致辭，激動咁話呢次出訪有重大歷史意義。在場所有大陸接待人員都睇得出嚟，呢位國民黨主席對於呢趟旅程有幾咁期待。但係就喺佢準備用呢一趟出訪鞏固政治權威嘅同時，台北松山機場嘅另外一邊，包括台灣基進、台灣綠黨、時代力量、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等多個本土意識團體正在發起抗議，主張鄭麗文此行唔具備代表台灣民意嘅正當性。鄭麗文仲未抵達上海，背後嘅反作用力就已經啟動。4月8日，佢到南京中山陵克陵喺祭文開篇引用咗為民國115年嘅格式，喺公開談話中提及中華民國，提及9·2共識，但係佢又使用咗革命先行者嚟稱呼孫中山。呢個用詞係中共長期以嚟對孫中山嘅稱呼。呢個細節立刻引發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嘅批評，認為佢喺提及中華民國時遮遮掩掩，並批評佢使用革命先行者一詞係喺度呼應中共嘅歷史藏事。陸委會公開表示，呢個同台灣人民嘅認知有別，令人遺憾。當鄭麗文準備返回博愛廣場發表講話時，現場一名大陸男子突然高喊鄭麗文主席2028年下架民進黨，但係隨即就被便衣公安帶走。呢個畫面被台灣媒體反覆播放，被解讀為中共當局極度敏感咁控制現場每一個聲音。緊接住佢到上海參觀美團總部，體驗無人機外賣，會見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4月9號，佢參訪上海洋山深水港同中國商飛上海飛機設計研究院，依次參觀 C909、C919、C929樣機，接受咗商飛贈送嘅飛機模型。當日佢講出一句好有畫面感嘅話：喺天空飛嘅應該係鳥，唔係飛彈；喺海裏游嘅應該係魚，唔係軍艦。呢句說話俾佢嘅支持者奉為金句，但被綠營批評為刻意迴避中國對台灣嘅軍事威脅根源。4月10號，全球華人最關注嘅鄭石會喺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上演。東大廳呢個場地過去主要係用嚟接待外國元首與重大外事活動嘅地方，將鄭麗文安排喺呢度，被解讀為一種高規格嘅禮遇。上午11點，石近平步入會場，
平淡咁稱呼一聲鄭麗文主席。鄭麗文露齒微笑，二人握手14秒，閃光燈瘋狂閃爍，所有台灣電視台都中斷正常節目進行直播。要理解呢個畫面嘅分量，得返到歷史嘅長河裏面望一望。國共兩黨領袖正式會晤，喺歷史上總共只發生過幾次。第一次係1945年抗戰勝利後嘅重慶談判，蔣介石同毛澤東喺重慶會面，雙方握手合影，嗰張相被翻拍咗千百萬次。第二次係2005年連戰嘅破冰之旅，胡錦濤同連戰喺北京握手，嗰係國共內戰之後雙方最高領袖第一次會面。第三次係2015年嘅馬社會，馬英九同石金頻喺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嗰一握，被視為兩岸關係嘅象徵性高峰。第四次係2016年嘅紅石會，洪秀柱以國民黨主席身份喺北京見咗石金頻，然後就係呢一次，整整睽違將近10年。國共兩黨主席會面呢件事本身就帶住歷史重量，每一次都會喺台灣嘅政治光譜上留下深刻嘅刻痕。接落嚟，石金頻先發言，佢語調平穩，節奏從容，按照中共一貫嘅重視方式，強調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佢重申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嘅共同政治基礎，表示願意把兩岸關係嘅未來牢牢掌握喺中國人自己手中。佢甚至唔點名咁提及日本侵佔台灣嘅嗰段歲月，講到即便喺台灣被侵佔嘅嗰段苦難歲月，台灣同胞亦一直保持住強烈嘅中華民族意識同牢固嘅中華文化情感，不惜用鮮血同生命證明自己係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分離嘅成員。整段話節奏從容，一切盡在佢掌握之中，係經過精心安排嘅標準中共外宣文本。輪到鄭麗文發言，佢嘅情緒明顯亢奮起嚟，語氣逐漸高漲。佢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講到兩岸雙贏共榮嘅命運共同體，再講到佢希望尋求一套防止戰爭嘅制度性解決方案，讓台海成為世界和平解決衝突嘅典範。佢甚至大膽提到，建議促成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以及國際刑警組織等國際會議。呢個喺過去任何一場國共領袖會晤中都係極為敏感嘅議題。佢想要將呢場原本被中共規劃為單向外宣嘅會見，扭轉成雙向真正嘅政治交流。就喺佢講到呢啲議題，想要將成場會見推往真正交流嘅方向時，嗰一刻嚟咗，直播信號突然戛然而止，畫面瞬間被切斷，冇過渡，冇解釋，就咁樣直接被叉斷。後來北京方面嘅解釋係媒體採訪時間到咗，請記者退場。但係所有睇過直播嘅人都心知肚明，呢個就係一次教科書式嘅控制操作。鄭麗文準備嘅3000幾字講稿，有2/3係包括3個方向、5點主張嘅核心內容，全部冇喺鏡頭前被讀完，只能夠放到閉門會談裏邊再慢慢講。佢準備好嘅兩岸雙贏共榮命運共同體論述，包括致力維護中華歷史、弘揚中華文化、致力增進共同福祉、推動交流合作、致力邁向美好兩岸、強化民生樂利等3個方向，全部變成閉門先至能講嘅私房話。當天下午，鄭麗文在北京親自舉行記者會，補上那些直播沒拍到的內容。他解釋說，是因為他講話5分鐘後，各個媒體就先離開了。但是回到台北之後，這個場景被各路名嘴拿來反覆解讀。美國德州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對 BBC 中文分析說，中國的外交體系一板一眼，幾分幾秒都會抓準。比較善意的解讀是，如果約定了講話時間，超時就會請拍攝的記者離場。但是也有另外一種解讀，本來你的人氣就不夠了，我已經非常給你面子，今天把你放在東大廳，你還想講這麼久。換句話說，鄭麗文那天在東大廳站到的位置可能比他想象中還要尷尬。翁履中還補充說，國民黨可能沒有執政很久了，過往國民黨在官僚體系當中會更謹慎地處理這件事，但是現在的國民黨恐怕在整個安排與經驗上都有點鬆了螺絲。4月11日，鄭麗文還參謁了北京的香山碧雲寺，當地當天加強安保，連普通遊客都不能入場。中午，他在北京飯店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尹力會面。下午，一行人到故宮博物院參觀，由院長王旭東親自陪同。
4月12日上午，他们参观小米汽车工厂，郑丽文还在现场笑说希望能带一台紫色小米 YU7 回台湾。当天下午，他乘机离开北京返回台湾，宋涛主任亲自送机。但是就在当天，中共中央台办发布了所谓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作为这场政协会的具体成果。这10项政策被中共包装为对台湾同胞的善意红利，包括扩大农渔产品输入大陆、便利台湾青年就业创业等内容。郑丽文回到台湾，开始把这趟出访包装为大利多，但是民进党这边的反击已经启动，陆委会公开批评，称中共当局绕过民选政府，把两岸关系国共化、一中框架化，这是国共双方的政治交易。赖清德总统在政协会的前夕就在脸书上发文，斩钉截铁地表示向威权者妥协，只是以主权与民主做代价，不会换来和平。赖清德并重申美国支持台湾的安全，呼吁在野党尽快通过国防预算。接下来的2个礼拜，民调风暴接踵而至。TVBS 民调中心2026年4月23日公布的政协会后相关议题民调显示，有 38% 的民意满意郑丽文这趟的表现，有 46% 的民意支持在9·2共识的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有 66% 的民意支持两岸政府进行协商谈判。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难看，国民党高层甚至一度拿来当作政协会成功的证据，但是对比另外一份民调，杀伤力就很惊人。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4月13日公布的政治人物好感度调查中，郑丽文的好感度只剩下 23.7%， 远远落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 62.6%， 落后卢秀燕的 48.7%， 落后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的 48.5%， 甚至落后赖清德本人的 43.9%。 郑丽文以党主席之尊，竟然在自家党内被蒋万安压得抬不起头。更残忍的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同步崩塌。周应钧当初就断言，黄国昌的面相属于鼠面型，并不是吉相。他讲过一段非常重的话，一般来说，这种人我们说不要和他在一起，不管是朋友还是仇人，都是属于很可怕的。这种人我们还是避而远之，因为你斗不过他。他进一步断言黄国昌2026年的新北市长选举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同一时间，黄国昌卷入养狗仔风暴，被指控以民众党资源养私人狗仔队，更被周刊爆出涉贪疑云。凯斯国际的金主指证他是实际掌控人，并透过该公司进行资金运作，在野阵营一条接一条的被踢倒。蓝白合的盘面几乎是一张接一张倒地的骨牌。值得一提的是，周应钧当时还在同一集节目里点出了另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认为现任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的整体气势与运势都比黄国昌稳健许多。讲到李四川时，用了他也有他的威严在这样的措辞，认为李四川未来表现更具发展潜力。果然，到了2026年初，国民党内部就传出李四川可能跨党获得蓝白双方支持，被推为新北市长候选人的消息。如果这个剧本真的兑现，那么周应钧半年前的判断又对了一次。他在台湾政治命理界的封神之路就是这样一笔一笔累积出来的。回到郑丽文这条主线，资深媒体人钱怡君在4月16日的网络节目上分析，现在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是蒋万安。他直言，赖清德最该担心的对手不是郑丽文，而是蒋万安。如果蒋万安2028年出来选总统，以现在的情势来看，蒋万安会赢。国民党目前唯一的太阳就是蒋万安，就算是卢秀燕也没办法盖过他的锋芒。换句话说，郑丽文用全党的力量去北京搏的这场大戏，最终最大的受益者可能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国民党，而是站在台北市政府里静静看戏的蒋万安。但是这里又有一个讽刺到让人发冷的转折。周应钧当年同一场新闻哇哇哇里讲完郑丽文的空亡之后，紧接着就被主持人问，那蒋万安呢？蒋万安以后会当总统吗？周应钧的回答是这样的，蒋万安连任台北市长没问题，运还在，但是他元神属水，加上11月出生水太旺，未来10几年走的是金水运，外在的声音和压榨自然就会很多。他直接断言，我是觉得他没办法当总统，即便2032年有机会，但有能力却已经没运了。换句话说，
连蒋万安这个蓝营未来最闪亮的太阳，在周应军的命盘里也是有命没运。那么卢秀燕呢？周应军的判断是，卢秀燕的运已经过了高峰，就算2028年参选，也不容易选上。至于黄国昌，前面已经讲过，蜀面不能当朋友，也不能当仇人。2026年新北市长必落选，他甚至连2028年的蓝营组合都劈了一刀。他在节目中明白指出，如果2028年蓝营以郑丽文与黄国昌组成所谓的文昌配出战，那更不用说了，整个局势更难推动，这个局起不来。把所有这些预言加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骇人的图像。国民党手上现在能打的牌，郑丽文走空亡，蒋万安没总统命，卢秀燕运势过了高峰，黄国昌新北市长拿不下。如果周应军这次的预言再次像柯文哲那次一样权重，那么2028年的总统大选几乎就只剩下一条路，民进党总统赖清德继续连任。这也是为什么前立委沈富雄会说2028这局已定，国民党不管有几个太阳都没希望。但是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赖清德自己的处境真的这么乐观吗？答案恐怕是也没有。精神科医师沈正南的分析点出了赖清德同样痛苦的困境。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长期卡在 40% 到 43% 上下，不满意度则一路维持在 50% 以上。蔡英文时代开始用的抗中保台招数，到了2026年，越来越多人感觉已经腻了。狼来了讲多了，多数人也不那么担心。但是民进党在野党的另一手棋也接不下来。政协会之后，北京端出10项惠台政策，民进党要不要接？不接，被骂阻挡两岸交流；接了，等于默认对方的政治框架。赖清德最近还传出出访史瓦蒂尼被挡下的尴尬事件，这对一个刚上任不到2年的总统来说是非常大的羞辱。沈正南甚至直言，赖清德的连任其实很危险，一旦经济数字下滑，加上几乎没有政绩，要怎么连任？换句话说，台湾现在的政治场景是这样的，一边是走进空亡命阁的郑丽文，带着被切断的直播画面回到台北，一边是被困在抗中泥淖，满意度爬不过50%的赖清德。2个阵营的领头羊，一个被命理师说是运势只到2026年，一个被民调师说连任的魔术数字过不了门槛。看起来2028这场戏很可能不是谁赢，而是谁输的比较少。赖清德的处境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尴尬。他在2024年当选总统时，得票率只有 40%， 远远低于蔡英文2次当选的 56% 与 57%。 换句话说，赖清德从一上任就是少数总统，国会也是3党不过半，民进党对立法院席次连半数都没有。从2024年到2026年的这2年里，国民党与民众党在立法院联手通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法案，包括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法，包括反年改的提案，几乎让行政院疲于应付。赖清德最大的政治筹码是抗中保台这张牌。但是当郑丽文跑到北京去握手，当北京端出10项惠台政策，当民调显示 66% 的台湾人支持两岸协商谈判时，这张牌的边际效用就开始递减。赖清德如果继续打抗中牌，会被批评成制造仇恨；如果不打，就失去最大的支持者基本盘。这是一个没有解的局。在这个没有解的局里，郑丽文如果在空亡里跌倒，赖清德可能就因此捡到2028年的连任入场券。但是这个连任入场券并不代表赖清德能顺利执政，他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国会，一个不耐烦的中间选民，一个越来越不买单抗中保台叙事的年轻世代，以及一个在政协会之后信心大增的北京。台湾未来这4年，无论是谁当总统，都将处于一个极度脆弱的平衡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政治观察家，包括前民进党大佬林濁水，都警告说2028之后的台湾可能会迎来最危险的2年。有人可能会问，那么民众党呢？黄国昌如果在2026年新北市长选举中真的如周应军所言落败，民众党就等于失去最后一根支柱。柯文哲还在狱中等待2审判决，黄国昌如果再倒下，民众党将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这意味着2028年所谓的蓝白合，可能根本连谈判桌上的筹码都没有。蓝白合在2024年那场总统大选里因为郭台铭闹场，
因为侯友宜选择硬干而失败。如果黄国昌在2026年再倒，谁来代表白营与蓝营谈下一次的合作？可能是吴春成，可能是黄珊珊，但都已经失去了当年柯文哲那种一呼百应的能量。这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影片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说郑丽文是习近平意想不到的克星？表面上看，郑丽文是亲近大陆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习近平想要在台湾找到的对话对象，是北京这场外宣大戏精挑细选的女主角。但是如果周应军的预言全部应验，郑丽文的空亡会让他在2026年和2027年连续做出错误判断，这些判断会把整个蓝营推向更尴尬的位置。他每靠近北京一步，就会让更多中间选民倒向绿营。他每讲一句两岸双赢共荣，就会让抗中保台的民意基础更稳固。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习近平最想要的2028年政党轮替没有等到，反而换来的是赖清德有惊无险的连任，民进党继续执政4年。从这个角度看，郑丽文越认真去讨好北京，他对北京想要的两岸统一目标就破坏得越彻底。换个角度想，这种克星格局在历史上其实并不罕见。美国政治学者杭廷顿写过一本书，叫做《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在书里指出，当一个政治体系里的某个领导人把全部筹码压在某个方向时，反作用力往往来自他自己人。郑丽文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他压的是两岸路线这张牌，但是这张牌在台湾选民心里是一张高风险牌，他压得越重，反作用力越大。他想证明国民党是两岸和平的缔造者，但是他的证明过程本身就在把不接受这个论述的选民推向绿营。所以即使他没有走空亡，纯粹从政治力学上看，他也是在替赖清德拉票。命理师的预言只是把这个力学包装成命运的形式，让人听起来更有戏剧张力，但是骨子里的逻辑是一样的。这就是命运中最幽暗、最讽刺的那一面。一个人以为自己在替谁开路，其实是在替对方挖坑。一个人以为自己在抓住历史机遇，其实是踩进了命理师早就画好的空亡格。在传统命理学里，空亡并不是说这个人不努力，恰恰相反，空亡的人通常是最努力、最忙碌、最想证明自己的那一群人。但是越努力，越被命格的反作用力打回原形。有命理师形容说，空亡之人就像在沙漠中拼命挖井，挖了一口又一口，每一口都看似快要见水，但是水永远在更深的地方。郑丽文整个2026年的政治动作似乎完美符合这个格局。他每一场记者会，每一场党内会议，每一次与北京官员的接触，都看似往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回头看民调，看党内派系反应，看2028年的布局，那口井始终没有见到水。当然，命理预言永远都有人信，有人不信。周应军再神准，也有不少质疑他事后诸葛、质疑他选择性记忆的声音。网络上也有许多反对他的留言，说他是民进党党工，说他的预言只是针对特定政党的政治攻击。但是这个故事真正让人寒毛直竖的，并不是某个命理师说对了多少，而是台湾政治走到2026年的这个节点，蓝绿白三党的所有领头羊几乎全都被预先写好了结局。这背后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在面对两岸结构性矛盾、世代撕裂、民调困境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破局。每个政治人物都像是在棋盘上走着别人写好的剧本，无论他们相不相信命理。更深层的看，2026年的这场政治大戏其实是一个更大历史循环的小切片。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来台，到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到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到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到2016年蔡英文时代，再到2024年赖清德接棒，台湾的政治钟摆一直在来回摆动，每一次摆动背后都有两岸关系作为决定性的力量。郑丽文在2026年4月的那场北京之旅，看似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高峰，实际上是这个钟摆被推到极致的一刻。当钟摆被推得太远，反作用力就会启动。这不是命理，是政治力学。但是这个力学竟然被周应军用八字命盘预先描绘了出来，这才是让人不得不正襟危坐的部分。从1969年云林口湖乡那个女婴出生的那一天，
到1990年他在中正纪念堂前参加野百合学运的那个春天，到2002年他被民进党除籍的那个秋天，到2025年10月18日他当选党主席的那个夜晚，再到2026年4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那14秒的握手，郑丽文的人生像是一条跨越蓝绿的奇异曲线，他每一次选择都让人意外，每一次转身都改写自己的政治命运。但是当这条曲线进入2026年下半年，按照命理师的说法，就是一场长达2年的剧烈震荡。这场震荡从直播信号被切断的那一秒就已经启动。2028年1月，距离今天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蒋万安会不会被推上战场？卢秀燕会不会被劝进？郑丽文会不会自己跳下来选？黄国昌的官司会不会逆转？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能不能爬出 40% 的魔术数字？北京下一步的施压会不会让所有预言都变掉？两岸之间下一场危机会在哪一个海峡中线爆发？美国川普的台海政策会不会在最后关头转弯？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真正的答案。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一个命理师敢在2025年10月对着全国观众讲出5位空王这4个字，半年之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直播信号就真的被掐断。当一个政治人物从绿营跳到蓝营，从学运少女走到国共会晤的讲台，最后却发现自己的命运早被他人笔下勾勒，这就不只是一场政治戏，这是一场让人不敢眨眼的命运大戏。回过头来看那个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细节，周应军在2025年10月讲出5位空王的时候，郑丽文刚刚当选党主席不到3天，没有人能预知半年后他会站上北京的讲台，没有人能预知那场直播会被切断，没有人能预知他回国后民调会崩成那个样子。但是命理师说了，从2026年开始，火克金整年冲击不断，这个冲击竟然就在4月10日中午11点开始的那场会见里被现实精确地兑现了。如果这还不够惊人，那么还有更深的一层需要思考。命理师断言的不是某一场会见会出问题，而是整个2026年到2027年都会是错误判断的高峰期。也就是说，政协会只是这2年崩塌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后面还有更多骨牌等着倒下。2026年下半年，国民党还要面对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台南、高雄、新竹这些县市的选战结果将直接决定郑丽文这位新主席能否在2028年稳住主导权。如果输得难看，党内逼宫的声浪就会起来，届时蒋万安、卢秀燕甚至韩国瑜都可能被推上前台。郑丽文如果想保住主席位置，就必须把更多本来不愿意给的资源分配给这些天王。但是按照周应军的命盘，他在这个时候做的每一个资源分配决定都会是错误判断。他每次想讨好谁，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他另有居心。他每次想压制谁，反而会让对方变成英雄。空王的可怕就在于这种反作用力。至于郑丽文真的会在空王里跌倒吗？赖清德真的会在2028年连任吗？蒋万安真的会像周应军说的那样有命无运吗？黄国昌的署面真的会让他2026年新北市长落选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在接下来的24个月之内一个一个被揭晓，而我们这些观众能做的就是搬好板凳，看清楚每一步棋是怎么走的，看清楚每一个命运的转折是怎么发生的。毕竟在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上，从来不缺戏剧，我们缺的只是看穿戏剧背后那层命运纹理的耐心。最后留下一个问题给你思考，如果命理师的预言真的可以被反复兑现，那么政治人物还要不要相信自己的选择？郑丽文如果在2025年10月就看到了周应军这段影片，他会不会选择不要去北京？他会不会选择不要当主席？答案恐怕是他还是会去做同样的选择。因为命运最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是强迫你做什么，而是让你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刚好做出那个推向结局的选择。你以为你在主动选择，其实你只是在完成剧本，这才是空王2个字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力量。当然，命理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它不是科学，它的准确性也不是100%。如果有人完全不信命理，纯粹从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郑丽文的处境也已经足够艰难。他接手的是一个分裂的国民党，一个被4个太阳撕扯的党，一个与民众党关系微妙的在野阵营。
他的个人风格偏冲撞，缺乏马英九那种沉稳，也没有朱立伦那种圆融。他的两岸路线在年轻世代中极度不讨好，但是他又必须靠这条路线维持与北京的桥梁功能。他每走一步都是在钢索上跳舞。空王也好，火克金也好，这些命理用语其实只是在替政治力学找一个比较有画面感的词汇。但是这个故事真正让我着迷的部分，并不在于谁会赢2028年的总统大选，也不在于命理师的预言会兑现多少。最让我着迷的是这个画面，一个在2025年10月对着电视镜头讲出5位空王4个字的命理师，半年之后在电视机前看着郑丽文的直播被切断的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会不会自己也吓了一跳？他会不会打电话给他的助理说，这个准到我自己都怕？还是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准度，淡淡的泡了一壶茶，继续看下一个来宾的命盘。在台湾这个小岛上，每一个关于命运的故事都带着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要追下去的张力。希望这支影片能让你对接下来这场大戏多一点观看的角度。记得这个剧本还没结束，从2026年5月开始，到2026年11月底的县市长选举，再到2027年下半年国民党的2028年总统提名初选，再到2028年1月的投开票之夜，每一步都会是命运的试金石。如果周应君是对的，那么这条路上会出现越来越多神准的细节。如果他是错的，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把这支影片当成一个记录，看看一个命理师敢于对着当红政治人物开金口的那份勇气，会不会被历史证实或者打脸。